当我看到这些星象预测时，不得不承认我有点紧张。就像宇宙在说：系好安全带，小家伙，情况即将变得颠簸。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颠簸可能还是个轻描淡写。从星象学角度来看，我们确实面临很多变化，这无疑是个紧张的时期，但如果我们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就有巨大的成长和转变的潜力。这听起来令人安心，但说实话，9月也不是一帆风顺，对吧？洪水、地震、政治局势，感觉整个世界都在集体崩溃。从这些消息来看，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些重大的星象事件的同时。我认为这不是巧合，确实不是巧合。还记得我们经历的那些日食吗？先是双鱼座的月食，然后是天秤座的日食。这些都是重大的宇宙事件，毫无疑问。它们就像那些让你猛然惊醒的警钟，仿佛在说：嘿，注意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没错，即使对不太关注占星学的人来说，这些日食也很难被忽视。确实如此。更有趣的是，它们都发生在所谓的临界度数上，这基本上放大了它们的影响。临界度数，你得解释一下，这听起来有点吓人。其实没那么可怕。这么想吧，把一个星座想象成一个时钟，临界度数就像是整点前的最后1分钟，也就是第29度。这是一个高潮点，在这个点上，该星座的能量最为强烈，所以任何发生在这个度数上的事件都会产生额外的影响。所以这就像宇宙在说：时间到了，准备迎接大事件吧。没错，这种变化和动荡的能量将会随着我们进入10月而持续增强，尤其是考虑到我们看到的所有疯狂的太阳活动。你说的是大家都在谈论的 X 级太阳耀斑吧？我不得不承认，这些听起来让我有点害怕，它们似乎很强烈。它们确实是最强大的太阳耀斑类型，绝对可以对我们这里的地球产生切实的影响。是啊，最近我感觉特别累，好像可以一睡1个星期，而且我的梦境变得超级生动。不知道是该归咎于日常生活的压力，还是那些太阳耀斑。这可能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但那些太阳耀斑确实在向混合物中投入一些额外的能量。但关于太阳耀斑有一点需要注意，它们不仅仅是我们要承受的东西，它们实际上带来了新信息的涌入，可以说是新的光芒。这就像是一次宇宙系统升级。所以这并不全是厄运和沮丧，更像是一次行星规模的成长痛。没错，我们基本上是在升级我们的系统，以应对更高频率的能量。这在短期内可能会很强烈，但最终会导致惊人的进化。好的，我会试着记住这个积极的观点，因为接下来的部分看起来真的很强烈。我们在谈论美国的冥王星回归、白羊座的超级满月，还有所谓的基本十字。即使对于像我这样略懂占星学的人来说，这些听起来也很强烈。这些星象排列是怎么回事？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让我们一个一个来解释。首先是美国的冥王星回归，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事件。冥王星与权力、转变和那些深层次的，有时令人不舒服的变化有关。冥王星确实有那种变形金刚的感觉。没错，由于它回到了美国建国时的相同位置，就像按下了一个巨大的重置按钮。我们谈论的是国家的根基被动摇，以便新的东西能够出现。而且冥王星目前正处于摩羯座的29度，也就是我们之前谈到的临界度数，这基本上意味着这些权力斗争，这些对变革的要求将会更加明显。所以这次冥王星回归基本上是在放大美国一直在表面下酝酿的一切。你说对了，它正在强迫人们
重新审视那些不再为国家的最高利益服务的根深蒂固的系统和结构。这是关于清除旧的，为新的腾出空间。好的，所以这就是冥王星在做它的事情。现在告诉我更多关于白羊座的超级满月和基本十字的事情。这些听起来也很重要，它们确实增加了另一层复杂性。想象一下，有4个行星参与的宇宙拔河比赛，每个行星都以相等的力量向不同方向拉。这基本上就是大十字的情况。10月17日，我们有一个白羊座的超级满月，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强烈的月亮事件，它与太阳、火星和冥王星形成了这个大十字。你已经知道这些行星会带来什么样的能量？让我猜猜，更多的强度。你可以这么说。记得那种你知道某些事情必须改变，但你几乎害怕迈出那一步，因为未知的感觉吗？就像这种内部能量的压力锅。这基本上就是这个大十字带来的东西，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集体层面。这是一个宇宙的行动呼吁，敦促我们面对那些阴影，那些我们一直在回避的事情，并做出一些大胆的选择。这并不总是舒服的，但它绝对是一个巨大突破的时期。哇，光是想想我就已经感到有点喘不过气来了。我理解你的感受，但关于这些排列还有很多要探索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有冥王星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动荡，太阳耀斑用宇宙下载轰击我们，还有这个在头顶上发生的强烈的宇宙拔河。是的，老实说，这确实很多。面对所有这些旋转的强度，我们应该如何度过日常生活，更不用说真正茁壮成长了。我理解你的感受。确实，当这些强大的宇宙能量从四面八方轰击我们时，这可能会让人感到不知所措。但是有个好消息，在所有这些强度中，这个白羊座的超级满月就是我们讨论的那个基本大十字的中心。它不仅仅是关于我们如何应对和度过风暴，它也是一个超级充电的机会，让我们实际上可以利用这种能量，并用它来创造积极的变化。好的，这听起来比仅仅准备迎接冲击要吸引人得多。我们实际上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所以，这个白羊座的满月是关于利用我们的直觉，那种本能感觉、内在的知识，而不是陷入过度思考一切。对，白羊座是关于行动、勇气，一头扎进事情中去。所以，与其陷入分析瘫痪，这个满月就像一个宇宙的推动，让我们与我们内心真正渴望的东西联系起来，然后自信地采取行动。所以，少一点思考，多一点感受，更多地相信我们的直觉。考虑到其他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这实际上听起来是一种解脱。但是，这与我们之前谈到的太阳耀斑的宇宙系统升级有什么联系呢？这是一个很好的联系。你看，这个满月也激活了我们的第六脉轮，我们的第三只眼睛，那是我们直觉的中心，我们内在指导系统。当它平衡和开放时，我们可以利用深层智慧的源泉，帮助我们做出与我们的最高利益一致的决定。就像这样，太阳耀斑正在下载最新的、最令人惊叹的软件，而满月正在轻推我们说：“嘿，去吧，使用它，看看这个宝贝能做什么。”所以，我们所有这些惊人的新能量，所有这些新信息涌入，但我们需要实际上调整到我们的直觉，以理解它并有效地使用它。没错，这就像拥有一台超级计算机，但不知道如何使用它所有令人惊叹的功能。这个满月就像是那个速成课程，帮助我们利用那些智慧的耳语，然后以清晰和勇气行动。这很有道理。但是，考虑到我们周围发生的所有混乱和不确定性，让头脑安静到足以真正听到那些内在的耳语，感觉有点具有挑战性，说得委婉一点。在所有这些中，
你有什么建议我们如何实际做到这一点吗？关键是要优先考虑那些帮助我们保持稳定、集中、与我们自己的内心和平相连的做法。想想冥想，在大自然中度过时间，写日记，任何能帮助你与你的身体联系并安静那个在背景中不断运行的心理杂音的事情。对，当然，这些都是创造自己空间的绝佳方式。所以，自我照顾不仅仅是关于泡泡浴和面膜，而是关于有意识地创造空间来处理内部和外部发生的一切。没错，这是关于给自己许可，放慢速度，调整并重新连接你的内在指南针，那个内在的智慧之声。这个满月是一个强有力的提醒，照顾我们的心理和情感健康不是一种奢侈，而是必需品，特别是在剧烈变化和不确定性的时期。我完全同意。所以我们已经涵盖了很多内容，太阳耀斑、脉轮，甚至宇宙拔河。但是早些时候你提到了阿特拉斯彗星，老实说，这听起来就像直接出自科幻小说。你能告诉我们更多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吗？阿特拉斯彗星是什么？为什么它现在很重要？确实听起来像电影里的东西，对吧？但阿特拉斯彗星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天体，它在我们太阳系的旅程现在特别重要。彗星长期以来被视为变化的使者，带来新的信息，搅动事物，并经常开启新的可能性。有趣的是，阿特拉斯彗星最接近地球的时间恰好与这个强大的满月和基本大十字重合。这不可能是巧合吧？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当我们考虑到在同一时期，月亮将与厄里斯合相时，情况变得更加有趣。厄里斯是与不和谐、破坏有关的矮行星，但也与真相有关。好的，所以我们这里有很多宇宙能量汇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期待什么？这表明这是一个隐藏的真相和不平衡将被揭示的时期，特别是在诚信已经受到损害的领域。想想那些建立在不稳定基础上的机构、系统，甚至个人关系。这个特定的宇宙组合正在照亮这些领域，这可能会导致一些重大的动荡和揭示。哇，好的。所以这不仅仅是关于我们自己的个人转变，也是关于我们建立世界的系统和结构可能的重构。感觉我们真的站在一些重大转变的边缘。我们确实处在一个深刻变化和不确定性的时期。但这里有一个真正重要的事情要记住，我们不仅仅是这一切中的被动旁观者，我们有力量选择如何驾驭这些变化，以及我们从中创造什么。所以，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如何在所有这些中导航，甚至可能，我不知道，带着一种优雅感，也许甚至在另一端变得更强大。好的，这些来源强调了几个关键点。首先，最重要的是自我照顾。我不仅仅是指泡泡浴和冥想，尽管这些确实有帮助。对，它是关于在所有层面上滋养自己，身体、情感、心理和精神。这意味着设定那些健康的界限，尊重我们自己的需求，并优先考虑那些帮助我们在所有混乱中保持稳定和集中的做法。这就像是给自己许可在需要时按下暂停按钮，对吧？就是为了充电并以更强大的状态回来。没错，这是关于认识到我们不能从一个空杯子里倒出水来。我们必须先填满自己的井，这样我们才能以最好的状态出现，为自己和他人服务，你知道吗？以更多的存在感，更多的韧性。绝对是这样。这太有道理了。我们还能做什么来？我不知道，以更轻松的方式驾驭这些变化的浪潮呢？在这些时期，选择爱而不是恐惧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很容易陷入那些如果的情况，那些我们的头脑喜欢编造的最坏情况。告诉我吧，我的头脑在这方面是个高手。
对，但恐惧通常是基于幻觉，而不是现实。现在，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潜在的挑战，它只是意味着我们从一个更以心为中心的角度来处理它们。我们专注于解决方案、可能性，而不是陷入那个负面性的循环。所以，即使在事情感觉具有挑战性时，也要选择专注于好的方面。没错，记住，能量流向注意力所在。当我们选择专注于爱、同情、感恩时，我们提高自己的振动，实际上开始吸引更多这些品质进入我们的生活。这是相当强大的东西。确实如此，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这些来源还提到了一个叫做新地球愿景的东西。你能告诉我们更多关于这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如何与我们一直在谈论的一切相关吗？当然，新地球愿景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觉醒，达到更高层次的意识，一种基于统一、可持续性和以心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它是关于认识到我们都是相互联系的，不仅与彼此，而且与这个星球，并做出支持每个人和一切事物福祉的选择。所以，它不仅仅是关于个人如何驾驭这些变化，而是关于实际上共同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为每个人。是的，它是关于理解我们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选择产生的涟漪效应远远超出我们自己。这个新地球愿景不是某个遥远的乌托邦，它是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创造的东西，通过每一个想法、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哇，这是一个强大的认识。所以，有了所有这些关于强烈能量、转变，这个新地球即将到来的谈话，你希望我们的听众今天带走的主要感悟是什么？我希望他们记住，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并不孤单。我们都在一起驾驭这些强烈的能量。在这个变化和不确定性的宇宙舞蹈中，也存在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机会。这是一个觉醒到我们真正潜力的机会，一个步入更大真实性的机会，一个共同创造一个更有爱、更公正、更可持续的世界的机会。这并不总是容易的，但它将是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我毫不怀疑，我们有力量、智慧和韧性，不仅能驾驭这些时期，而且能在面对他们时真正茁壮成长。这是一个美丽的结束想法。非常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分享你的智慧，这真是一次富有洞察力的深入探讨。对我们的听众来说，请记住，你有力量选择爱而不是恐惧，步入你自己的力量，创造一个真正与你灵魂目的相一致的生活。如果你认为这个信息值得分享，请将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你永远不知道这可能会如何积极地影响某人的生活。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内容，别忘了点赞，这有助于更多人发现这个视频。记住，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你的支持不仅帮助我们继续创作，更重要的是，它帮助我们将这些可能改变生活的概念传播给更多需要的人。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